专业师高薪的背后有多难？不微笑握手，不参加婚礼，不吃肉。不知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样的一种职业？他们被外界称为生死摆渡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群并非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却对生死有着与常人与众不同的理解。他们并非是逝者的亲朋好友，却给予逝者最后的体面和尊严。这便是被称为黑衣天使的入殓师。与白衣天使不同，入殓师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让人望而生畏。当然，从业者还是非常理解民众不愿提及死亡，觉得晦气，不愿面对的态度，而他们也只是期望自己的职业可以大方示人，希望不要把他们视作瘟神。归根到底，这个职业是社会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之所以不被理解，还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个职业，媒体的宣传也只是让人们了解到这是个人员稀缺的高薪职业。然而高薪背后的辛酸和艰难却鲜有人能够理解。英国女小说作家简·奥斯汀在她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偏见往往会模糊了真相。实际上的入殓并不只是把逝者装进棺椁那么简单。换而言之，入殓的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庄园的仪式，象征逝者在与这个世界及亲人做最后的告别。通过入殓师的专业操作，让逝者保留一份完好的仪容来完成告别仪式，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和关怀，也是给他们在世亲人的最大安慰。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古人便认为人死后通过沐浴才能更好的往生。到了周期，故人沐浴更是被纳入礼法，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不过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死亡二字始终避讳不及。何人何事只要跟死亡二字沾上关系，就会令人退避三舍。可有一个人却与大众的观念背道而驰，16岁便踏上了入殓师的行业。出生于上海的吴金娜是家里的独女，父母都是从商之人，家境优渥。自幼在家人关爱下长大的吴金娜性格活泼，尤其喜欢运动，为此还曾向家里人说长大后想成为一名体育教练。家里的长辈听到他这个简单且纯粹的梦想后，只是笑笑，未做任何评价。毕竟在他们看来，那时的吴金娜还太小，此时谈梦想的确有些言之过早。成年后的吴金娜果然如长辈们料定的那般，而让她改变梦想的直接原因，还得追溯到跟她关系最亲近的姨妈意外离世这件事上。前面我们提到过，吴金娜的父母都是商人，每天都在忙着赚钱。吴金娜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姨妈家度过的。与严肃少言的母亲不同，吴金娜的姨妈是一位温柔且知性的女士，经常带吴金娜外出游玩吃大餐，也会带她去图书馆看书，给她买各种好看的玩具。她的陪伴温暖了吴金娜的整个童年。1997年，姨妈不幸在一场严重的车祸中离世，身体也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坏，五官模糊到难以辨认。当时吴金娜的父母考虑到她和姨妈的感情，怕给她年幼的心理留下阴影，就没让她见姨妈最后一面，而这也就成了吴金娜心中的一大遗憾。不过这件事也让她意识到，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跟自己同样境遇的人会不会也有遗憾呢？如果能够通过专业知识让逝者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或许就能弥补这份遗憾。于是当时只有13岁的吴金娜心里便笃定了，将来自己要投身殡葬行业。16岁这年，准备参加高考的吴金娜打算放弃体育梦，报考福建民政学院开设的殡葬专业。父母和亲朋好友听说后都表示不能理解，大家都纷纷劝吴金娜改变主意，殡葬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太晦气，一个女孩子干这行根本不靠谱。也有人劝她这个职业没什么发展，还会受人诟病，将来找婆家也是个难题。总而言之，大家想尽办法劝吴金娜打消学殡葬的想法。好在吴金娜的爷爷思想开明，坚定地支持孙女，还劝其他亲属都要尊重孙女的想法。在爷爷的支持下，吴金娜如愿报考了殡葬专业，经过一番努力，顺利通过考试。本来通过考试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由于吴金娜报考的是殡葬专业，家人觉得抬不起头来，也不愿意跟外人提及此事。原本跟吴金娜要好的同学，也因为这件事与她疏远了。事实上，与外界认知不同的是，殡葬礼仪和技术都是需要经过系统学习、持证上岗的工作，并非什么人都收。殡葬教育在中国起步的较晚，1995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首创现代殡葬专业，致力于培养对殡葬专业有兴趣和志向的年轻人。目前，中国仅有5所大专和3所中专设立了殡葬专业。
本科院校还没有设立该专业的相关课程，而殡葬专业主要又包括殡仪服务、防腐整容、殡葬设计、陵园设计4个主要方向，其中吴金娜学习的便是防腐整容。2000年9月，16岁的吴金娜在家人与亲朋好友的担忧和质疑声中，独自前往福建求学。在为期3年的学习中，吴金娜和她的同学不仅需要学习遗体的收敛、化妆整容，还需要学习风水、传染病、挽联写作等知识。除了对专业知识的领悟和把握，吴金娜最大的收获便是她对于这特殊行业在心态方面的转变与提升。在涉足殡葬领域之前，吴金娜自认为是个做事粗心、大大咧咧的女孩。然而当她接触到遗体时，才切实地领悟到殡葬知识皆非小事的理念。某次吴金娜跟老师在为一位离世的老太太整理仪容时，由于动作疏忽，吴金娜不慎将老人的一块头皮扯落。虽说这也是她的首次失误，但平日里为人和善的老师却因此大发雷霆，将其斥责了一顿后，便要把她赶出去。吴金娜内心虽然有些委屈，但碍于是自己出了差错，只得不甘心地退了出去。事后老师言辞恳切地告诉她，每个人的遗体皆为其于这个世界留存的最终印记，恰如我们需要对世间每个人给予尊重一般，每具遗体皆应获得入殓师的尊重与呵护。身为入殓师，若我们未能将严谨与细心铭记于心，那么受到伤害的不单是这具柔弱的遗体，更是其亲人的心灵。吴金娜在反思一番后，又听到老师的这番话，彻底认识到了错误，也让她对入殓师这个行业有了更深的体会。事实上，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逝者遗体，不仅需要入殓师竭尽全力复原逝者生前容貌，还需要他们严格遵守行业规矩。其中最为严格的一条便是，不论是入殓者还是逝者家属，在触及逝者遗体前均需戴好手套。自从被老师批评过后，吴金娜便将其视作最高指令，严格遵守。莫说佩戴手套的问题，但凡面对遗体，连呼吸与脚步，吴金娜都会刻意放缓，唯恐惊扰了这些已逝的灵魂。然而入殓师的规矩远远不止于此。2003年，靠着对工作的严谨和专注，吴金娜在毕业前夕获得了上海一家殡仪馆提供的实习机会。原本打算毕业后去这家殡仪馆实习的吴金娜，这时被校内的一则校招信息给吸引了。原来此次在学校进行招聘的是一名在日本从事殡葬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这次前来意在寻觅一名有潜力的入殓师，带他往日本进修，成为专业的防腐师。成绩出众且对待工作认真严谨的吴金娜就成为不二人选。经过一番思索，吴金娜认为自己对殡葬行业的认知还局限在学校的理论知识范畴，若有机会去了解并学习更专业的殡葬知识，积累工作经验，对日后自己投身殡葬行业也是一次绝佳的磨砺。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远赴日本的学习之旅。身为入殓师的他，每天的作息时间要比其他普通学生更为艰辛。清晨5点起身洗漱，6点10分就要抵达工作岗位，继而与其他入殓师共同接待逝者家属，开启一日的告别流程。提及告别仪式，吴金娜称此程序颇为讲究，家属的位置安排、悼词的篇幅乃至逝者的姓名，皆不容有丝毫偏差。例如某些人的名字或许存在忌讳之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也是对逝者的一种敬重。而除了负责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入殓师还需完成整理仓库用品、摆放花圈等工作。在这些复杂程序里，最为关键的还是对遗体进行整容与修复。投身此行业多年，吴金娜接触到遗体的数量不少于75000具，这些遗体大部分送来时都是不完整的，很多死者的面部都遭遇严重损伤，或者躯干存在残缺，诸如此类遗憾都需要入殓师予以认真修复。正常情况下，人们对于这些惨不忍睹的遗体，心理层面多少会形成一种畏惧之感。为了克服对遗体恐惧的本能，吴金娜甘愿与遗体睡一张床。为找到哪种洗发水对逝者头皮损伤最小，他甚至一次性买来200多种不同品牌的洗发水。死者离世后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尸僵、尸斑等状况，为了除尽逝者脸部的死亡之气，吴金娜甚至亲自筛选出一款美白面膜。多年工作中，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一个小女孩提供殡葬服务。这个小女孩正值青春年华，还是个初2的学生，也是当地的一名优秀的剑道选手。在一次比赛前惨遭车祸，被卷入
入车轮之下。在被送来时血肉模糊，即便亲生父母也只能通过随身携带的物件勉强分辨。现场到处都是鲜血，充斥着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声。这让吴金娜想起自己姨妈离世的场景，她决定立刻为小女孩恢复容貌，让她能以最体面的方式和亲人告别，也让她的父母能好好再看她一眼。这边吴金娜为孩子散架的骨头做着拼接，那边女孩的父母全程站在一面玻璃墙外观看着。即便屋内有很好的封闭性，但拼骨所发出的响声依旧难以掩盖。为了减缓父母内心的丧女之痛，吴金娜特意询问了女孩生前最喜欢的音乐，说是想让女孩再听一次，但更多的是想转移这对父母的注意力。在熟悉的音乐声中，吴金娜完美的做完了封骨手术，保全了女孩完整的体面。到了最后清洗更衣的环节，吴金娜又别出心裁，特意没有扣好孩子的衣服扣，把这个权利留给了女孩的母亲。在她看来，在女孩生前，她的母亲一定会每日精心检查女孩的着装，她不能剥夺了对方的这项权利。果不其然，女孩母亲发现了她这一心思后，眼含热泪的给女孩系上了最后一颗纽扣，随后对着吴金娜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刻，吴金娜的心中充满了敬畏，对生命，对逝者，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职业。同样，女孩的逝世也让吴金娜对姨妈的离世释怀了，她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所选的这条路。2013年，在日本拼搏近10年的吴金娜终于学成回国。她知道国内的殡葬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且长久以来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存在误解，致使许多家庭想要为已故亲人谋求仪容整理服务时难以找到相关工作人员。为了填补这一缺口，归国后的吴金娜并没有立即回老家陪伴多年不见的家人，反而立刻在上海招兵买马，组建了属于自己的殡葬团队。至于为何不回家，说起来也是一件心酸事。人心的偏见有时就像一座大山，任你如何搬都搬不动。入殓师们能够接受职业的特殊性，也能够接受专业不被看好的未来，但唯独受不了的便是外界对他们的偏见和区别对待。此前，吴金娜曾在上海老家的一所殡仪馆实习，由于实习点离家很近，她选择在家中栖身，每日往返，不可避免会与街坊邻居接触。与儿时备受长辈喜爱的状况不同，由于从事入殓师的工作，街坊邻居一看到他就会避而远之，甚至还会当着他的面教育自家孩子不要与他有任何接触，以免染上晦气。这些话听多了，吴金娜自己心里也略感不适，但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至亲，她搞不懂对方为何会如此厌弃自己的职业。直到某次她看到父母也对她区别对待，让她内心更加受创。当时临近过节，家中要祭祀先祖，吴金娜特意请假赶回家，陪同父母筹备祭祀所需的贡品。由于亲戚家的小孩在追逐打闹，供桌上祭祀用的苹果掉落在了地上，吴金娜好心捡起来擦干净后放回原处。本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吴金娜也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等她再次看到时，供桌上的苹果已被其他的水果代替了。对此，母亲给出的解释是：你触碰过的祭品哪能给家中的祖先吃呢？尽管吴金娜明白母亲这番话并非有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从事的这一职业的确很讨嫌，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家中长辈都无法接受。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吴金娜的内心，每每听到周围人向她投来异样的眼光以及难听的话语时，吴金娜内心便涌起了一股悲凉之感。从这之后，吴金娜待人接物就更加小心了，平时她会尽量减少自己外出，也不与人握手微笑。逢年过节或者结婚生子等各大喜宴，她也是能推掉就推掉。有时回到家看父母在接待客人，她也会主动在外面等到客人离去，她才会进家门。当然，亲朋好友和长辈的歧视都还好说，最主要的是在感情方面，她也是接连受挫。自从投身殡葬行业后，吴金娜便再也没有参与过他人的婚事。每当父母指责她年过30还不热衷于社交，担忧其日后如何寻到伴侣时，她都是淡然一笑道：如此倒也省去诸多人情往来，换得一份闲事。此前，吴金娜也曾试着谈过几任男友，结果接连6任男友在听说她是干殡葬服务之后，二话不说就拒绝了这份感情。久而久之，吴金娜也不再对婚姻抱有任何期待。2016年春天，32岁的吴金娜经朋友介绍与一男子相识，此前素未谋面的两人竟相谈甚欢，还有聊不尽的话题。
察觉到自己陷入爱情后，吴金娜还是找机会跟男友坦白了自己的工作，也明确告知对方如果觉得介意，那么他们就不如就此停止，以免浪费时间。本以为男友听到自己的职业后会像前6任男友一样退缩，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说爱一个人难道不是应该爱其所有吗？与我相伴一生的是你这个人，而非你的工作。男友真诚的话语打动了吴金娜，两人互道情谊，后续的发展就顺利多了。经过半年相处，两人正式登记结婚。2017年年末，这对家人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结晶。2018年，34岁的吴金娜受邀参加有请主角节目录制，提及自己孕期曾在西安殡仪馆为员工进行故人沐浴的观礼演示时，她直言道：不少人会认为胎教对孩子的一生具有重要影响，身为孩子的母亲，我能够从事这样一项富有意义的事情，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不被看好的专业，受人歧视的生存环境，严苛的行业规矩，入殓师在外人看来是一份拿着日薪800夜班1600的高薪铁饭碗，但谁也不会知道，在高薪的背后是一群人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在为每一个逝者保留世间的最后一丝尊严。与其称呼他们是入殓师，不如称呼他们是灵魂摆渡人。人一辈子要经过2次重要洗礼，一次是出生时父母给予的，另一次便是离世的时候。而追悼会的核心关键在于一个道字，回顾逝者的生平，纪念他们的贡献和影响，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悲痛，确保他们得到体面和尊严的对待，更是生者对生命无常的释然。尽管我们所爱的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在告别仪式上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那如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职业问题，有的人会为了生活而努力工作，默默地挥洒着汗水，让社会充满活力；有的人为了生命的尊严默默奉献，他们用细心和专业为逝者送上最后一程关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光和热，让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更加完整。因此，无论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都值得被尊重。